妈。凤晴走过来叫了父母一声。郑华看到凤晴回来，就像看到了救星似的，连忙对凤晴说道：阿晴，快劝劝你妈，什么都不肯吃，天大的事也要吃饱了才有力气解决呀。郑华一副心疼样。是呀，阿晴，快帮忙劝劝妈，妈是不吃不喝的。郑一帆兄弟三人也附和着父亲的话。不过郑一帆看到妹妹回来，多少有点心虚，因为他安排人去冲撞海玲的事，担心妹妹知情会在母亲面前告他一状。不等凤晴坐下说话，凤家主就站了起来，严肃地道：阿晴，你跟妈上楼去，你们几个未经我允许，不要去书房打扰我和阿晴说事。说着，凤家主撇下关心她的丈夫和儿子，上楼去。凤晴跟着母亲走。郑华看着她欲言又止的凤晴没有开口，最终父亲也不敢开口。凤家主带着女儿进了书房，示意女儿关上了书房的门，又吩咐着打开电视，声音稍微调高一点，能让我们听到彼此说话的声音就行。凤晴照做，这样就算父亲和哥哥们想偷听，也听不清楚他和母亲的谈话内容。做完了这一切后，凤晴去给母亲倒来了一杯温开水，放到了母亲的面前，温声说道：妈，先喝杯水。管家说你从回来后就不吃不喝的，我爸刚才说的也对，天大的事也要吃饱了才有力气解决的。凤家主抬头看着他，眼神深不可测。凤晴坦然地迎着母亲的盯视，良久，凤家主敛回了视线，淡淡的道：你坐。然后他端起了那杯温开水，喝了几口。等凤晴坐下后，他也不拐弯抹角，直接就问：管城那边找到了你大姨的助理了，你知道吗？凤晴也老实回答：方先生说管城那边有动静，然后我从海玲那里旁敲侧击猜到了大概。妈，真的是他吗？算来他都近100岁的人了，就算活着也没有精神气出远门了吧。反正他没有见到大姨的老助理，他可有持着怀疑的态度。凤家主沉默了片刻后说道：我也没有见到他本人，不能确定是不是他收到的消息就是他，说是他当年被几位大佬救了，然后活到现在。这句话凤家主没有说出来，他在女儿面前不曾承认过是他害死大姐和妹妹的，是他又怎样，不是他又怎样，妈不用过于在乎的，只要妈行得正，做得正，管他们说什么。凤晴只能这样安慰着母亲，除非大姨的助理手里有证据，证明当年是母亲害了大姨。不过就算助理手里没有证据，他是人证，他说的话大家也会相信的。他能指证他母亲害死了大姨，这样的话凤晴也不好说出来。怎么说，她都是眼前这个老人的亲生女儿，明面上他们是站在一条线上的。凤家主沉默地看着女儿，这是他的亲生女儿，怀胎10月所生。他这一生共有4个孩子，前面3个都是儿子，不是说他不疼爱儿子，都是他怀胎10月所生，他怎么可能不疼爱啊？只是凤家的规矩摆在那里，让他更喜欢女儿，更疼爱女儿。怀着凤晴的时候，他就知道怀的是闺女，怀孕时的反应跟3个小子是不一样的。后来家庭医生帮他把脉，也说是女儿，他盼星星盼月亮盼来的女儿。生女儿时他属于高龄产妇了，想着生完了女儿他就风度不想再生，女儿就一个够了，这样就不会发生他姐妹之间的事。若是他父母只生了大姐一个女儿，就不会有后面那么多的事情发生。自己做过的好事，凤月心里清楚得很，所以他不想生2个女儿，只是做梦都想不到以前的管家胆子那么大，野心也够大的，竟然找到了机会将他刚出生的女儿调换了。他还毫不知情，就算后来发现了，找回了亲生的女儿，已经错过了女儿成长的阶段。母女俩相处了2、3年，感情是有，
但没有那种从小培养出来的母女感情深。到现在，凤月也不敢100%的信任女儿，同样的，凤晴也没有100%的信任她这个当妈的。凤晴甚至相信别人说的上任家主死于她之手，哪怕是事实，凤晴身为她亲生女儿，确信别人的话，也让凤月心里老大不爽。凤若还是她女儿时，凤若就不会相信别人的说辞。凤若对于家主一位是那副志在必得，那就是我的架势。凤晴不一样，凤晴更多的是赶鸭子上阵。若是有人能合理的代替她，凤晴会第一时间将家主之位让出去。她没有那种称霸凤氏一族、称霸江城的野心。妈，你这样看着我，是不是我做错了什么？还是我现在变得很难看了？凤晴还摸了摸自己的脸，说道：最近太忙，总是加班加点到深夜，熬夜时间长了，让我看起来没那么好看了吧？没有，我凤月的女儿是最好看的，不管什么时候都好看。不过熬夜多了，你也要注意身体，注意保养自己，多用点护肤品，吃点美容的补品。咱们女人要学会爱护自己，维护自己的形象，就算到老了也不能亏待自己，要优雅的老去。凤晴笑笑说道：妈，我会的，我会保养自己的。她用的护肤品都是很好的，有美容功效的燕窝几乎天天都有吃。那就好，好好保养自己。还有你的终身大事，你可有喜欢的人？有是有的，不过我现在还没有心思考虑结婚的大事。我说去父留子，妈又瞪我。凤家主阿晴，你信妈吗？凤晴直视着母亲说道：妈，我们是亲母女俩，就算我们不能一条心，在别人的眼里我们也是一条心的，因为我是你的亲生女儿，就像海玲他们看待她一样。她什么样的人，海玲他们知清，那又如何？该防着的时候一样防着她，因为她再好也摆脱不了她是凤月的亲生女儿这个事实。妈，你想跟我说什么，直说无妨，不管我跟你是不是一条心，你都可以向我倾诉。凤家主抿抿了嘴，随即表情带上了点自嘲，说道：阿晴，你这话说的好像你是妈的亲生女儿，让你很难过似的。可以选择的话，你是不是不想选择我当你的妈吗？凤晴说道：当儿女的没得选择，没有办法自己选择父母。凤家主，妈这辈子做过最坏的事，就是你大姨和小姨的死。我就是不甘心，不服气。我也能的，为什么就不是我呢？我喜欢的男人对我不屑一顾，一辈子都留有遗憾，有可能妈的晚节不保，都是毁在他手里。为什么老天爷那般的不公平？凤家主没有明着说自己害死了大姐和妹妹，但他这样说也是间接承认了姐妹都是被他害死的，所以他才会说他这辈子做过最坏的事，就是他姐妹的死。凤晴听多了谣言，再结合母亲和商太太见面后的态度，心里早就有了答案，只是亲耳听到母亲间接承认害死2位姨妈的事，凤晴还是震惊难受的。老天爷没有公平可说，这个世界上都不会有公平。有些人出生便是骡马，有些人一辈子都挣扎在温饱线上，这怎么说？别人比自己优秀，你可以不承认，但是人人都说那人比自己优秀，那就是事实了。承认别人比自己优秀，那么难吗？凤晴越说，神情越激动，几乎是在质问母亲了。有什么不甘心不服气的？几十年的时间，妈证明自己比你大姐优秀了吗？感情最不能勉强，不爱你的人就是不爱你，不管你做了再多，他都不会爱你。可是天底下并不止一个男人，他不懂得欣赏你，你又何必执着一个男人？就不能找一个真正懂自己、欣赏自己的男人？因爱生恨，自己快乐了吗？自己又得到了什么？怕是什么都得不到，失而会因此失去很多。
听着女儿的质问，凤家主沉默时也在生气，气女儿的质问，气女儿没有跟他一样的想法，质疑老天爷的不公平，不在自己身边长大的闺女，就算是亲生的也无法共情她呀。是凤若的话，凤若不是他亲生的，而且已经死了。凤若的死还是他推波助澜造成的，现在他还想凤若做什么？凤若在自私方面倒是跟他挺像的，其他方面还是凤晴更像他。阿晴，你早就认为是妈害死了你大姨和小姨吧？凤家主阴森森地问着。凤晴答道：不是我认为，我认为也不能变成事实，妈。我只知道若想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。做过就是做过，没有做过就没有做过，不是谁认为就能改变结果的。良久，他叹气，老脸上没有了那股子阴森森的杀气。阿晴，你说妈现在该怎么做？我说的妈也不会听我的，妈想怎么做就怎么做，只要妈认为你有足够的把握能改变结局就行。凤家主又是一噎，女儿话里有话，是在暗示她做再多都是无用的挣扎，最好就是认输认罪。她还活着，她不会让大姐白死的，怎么着她都要证实当年是她害死了姐妹，揭穿她恶毒的嘴脸，让她身败名裂，然后她不惜让自己双手沾满鲜血，夺来的一切再次回到大姐那一脉的手里。她不甘心呀，她不服气啊，她怎么就不如大姐了？大姐就是比她早出生18年，所以家主之位就给了大姐。妈，你后悔过吗？妈是我大姨养大的吧？长姐如母，用在我大姨身上最恰当不过的了。母亲和小姨都是大姨养大的，大姨却命丧在自己养大的妹妹手里，大姨还那么信任妹妹。凤家主不说话，有时候他会后悔，有时候他又觉得自己没有错。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，他是为了自己。沉默了良久，凤家主起身走开，他去给母女俩倒来了一杯温开水，将其中一杯温开水放到了女儿的面前。凤家主端着自己那杯水，边坐下边说道：说了那么多，喉咙都干了，喝杯水。凤晴也真的渴了，她端起了那杯水，喝了一口，觉得水质有问题。不对，怎么可能是水质有问题？那就是这杯水里被放了药。下一刻，她手一抖，杯里的水连同杯子都倒在了桌面上，杯子还在桌面上打了个圈，然后滚落到地面上，摔得粉碎。凤晴只觉得头晕目眩，天是地转的。母亲的身影在她眼前变了样，她未能坚持1分钟，就被无边的黑暗席卷而去。失去意识的那一刻，她想，虎毒不食儿，亲妈连她这个亲生女儿都不放过吗？凤家主看着女儿趴在桌面上，桌面已经满是水，面上没有一点表情。过了几分钟，他才起身，走到凤晴的身边，低手看着昏睡过去的凤晴，伸手轻轻地摸着凤晴的脸。阿晴，你是妈的亲生女儿，虽说不在妈身边长大，依旧是妈唯一的女儿。哪怕你跟妈不是一条心的，哪怕你背着妈私底下和海玲走动密切，若你不是我的亲生女儿，你和海灵宝不准能成为好闺蜜呢。你做了那么多背叛妈的事，妈都不会跟你计较的，谁叫你是妈的女儿呢？凤若，妈都能要她的命，因为她不是妈亲生的，对你妈始终心软。凤家主喃喃自语，我总要后继有人的，我不能后继无人，不能输给我大姐呀。她什么都比我好，是她养大我的，我也见证了她的优秀，可我就是不服气，不甘心，几10年了，我是未能证明自己比她优秀。看她的长女就很优秀，她3个外孙女也一个比一个优秀，就是外孙都比你哥哥们好太多了，那个商无痕就能以一敌你3个哥哥了。凤家主的眼睛红了，泪水在眼里打转。
不知道是在忆着姐妹，还是其他原因，她的泪水开始往下滴落，一滴一滴的滴落在凤晴的脸上。阿晴，妈只是让你睡一觉，不会要你的命的，妈要去做些你看不惯的事情。对不起，妈让你丢脸了，你是妈的女儿，也为难你了。如果妈没有做过那些事情，你能够发展得很好的。凤家主抽来了纸巾擦了一把眼泪，看着昏睡的女儿，他叹口气，知道这个女儿其实很优秀，但因为有她这样一个母亲，女儿心里纠结着，也痛苦着。该知道的，不该知道的，凤晴都知道。凤晴只是因为身份的问题，不好做什么，也不能说她什么。谁叫凤晴是她亲生女儿呢？静静地看了凤晴几分钟后，凤家主已经调整好了情绪，他从凤晴身上拿到了凤晴的手机，想用凤晴的手机联系方瑶的。凤晴设置了密码，他尝试的获了几个号码，都不对，只得放弃了用凤晴的手机联系方瑶。好在他是当家做主的人，方瑶还没有到凤晴身边时，是没有效忠服务的对象，由他安排方瑶到女儿身边当助理。就算方瑶到了凤晴身边后，马上就发挥了助理的特殊忠心。他这个当家人想知道方瑶的联系方式还是很容易的。凤家主很快就从自己的助理那里要到了方瑶的联系方式，他打电话给方瑶，方瑶接听了家主的电话。对于家主忽然打电话给他，方瑶似懂非懂的。方瑶，你来凤家大宅一趟。凤家主沉声命令着。不等方瑶答话，凤家主继续说道：阿晴昏睡过去没有2天时间，她都醒不来，其他人我不放心，将她交给你，才能保证她的安全。自己丈夫和3个儿子，凤家主都信不过。凤晴是他们的亲女儿和亲妹妹不假，可是他们对凤若的感情更深，对凤晴多是不满及怨恨。他们甚至觉得是凤晴的存在才害得凤若落得坠楼身亡的。要是让他们知道凤晴被他要倒了，趁他不在家，他们会对凤晴做出什么事来？凤家主不敢去赌，或许他们不敢杀害凤晴，但敢安排一个好色又胆大包天的二世祖，趁凤晴昏睡不醒，没有力气反抗时，玷污凤晴生米煮成熟饭的这种事，他们能做出来。大小姐怎么了？方瑶听到凤晴昏睡不醒的消息，紧张之情是遮掩不住的。我给她喂了点药，只是让她睡一觉，不会有生命危险。凤晴也未必会睡上2天，因为她只喝了1口水。方瑶，我马上过去。好。凤家主随即切断了通话。这个时候，书房外面响起了敲门声。凤家主走去关上了电视，然后走到书房门口，打开了门，不过只开了一条缝，让门外的人能看到些许里面的情况，却又看不清楚的样子。站在书房门口的人是郑一帆，他手上端着托盘，托盘上放着凤家主一直没有动过的饭菜。郑一帆看到老母亲脸色不好看，好像很生气的样子，借着母亲开门之机，飞快地往书房里面瞟了一眼。这一瞟吓他一跳，他看到了趴在书桌上的妹妹，一动不动的地上有摔碎的杯子，而老母亲脸色不好，不用问也知道母女俩谈事情可能吵架了。妹妹是不是遭到老母亲的毒手了？被吓到的郑一帆赶紧敛回了视线，小心地对母亲说道：妈，你和我妹妹要谈事情也得吃饭呀。滚！凤家主暴怒一声吼，吼得郑一帆扭身就跑，因为扭身跑得太快，他还摔倒了，端着的托盘连同饭菜一并倒在地上，饭菜散落一地，他显得狼狈万分。砰一声响，书房的门被重重地关上。听到书房门被关上，郑一帆才敢扭头看了看，然后飞快地爬起来，还不敢就这样走了，得收拾地面上的饭菜。
急急忙忙地收拾好地面上的狼藉。郑一帆匆匆地下楼去。郑华和2个小儿子在楼下听到楼上有动静，心都是一紧。你们俩快上楼去看看出什么事了。郑华猜到老七在狂怒之中，他不敢送上楼去让老七骂，就让2个小儿子上楼去看看。郑老二推了推老三，老三又扯了扯他，兄弟俩都想让对方上楼去，谁都不想，最后就是俩人一起去。不过他们还没有上楼，刚走到楼梯口，就看到大哥匆匆下楼了。大哥，怎么回事？我好像听到东西摔碎的声音。老二问了句。看到大哥端着的托盘，郑老二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。他本想调侃大哥几句，居然打翻了送上去给母亲吃的饭，但见大哥脸色苍白，他调侃的话就咽了回去。郑一帆将收拾下来的饭菜连同托盘交给了佣人，吩咐佣人去清理掉。他走过去，在沙发上一屁股坐下来。一帆，怎么回事？你妈还是不肯吃啊？郑华关心地问。爸，给我倒杯水来，我喝杯水压压惊先。不用郑华去倒水，郑老二就赶紧给大哥倒来了一杯水。郑一帆接过了弟弟倒来的那杯水，一口气喝完。爸，郑一帆看向老父亲，白着脸，压低声音说道：不知道我妈和阿晴闹什么？我妈向阿晴下手了？啊！父子几个都错愕地张大了嘴。郑华的脸色渐渐泛白，他抖着声音哆嗦地问道：你看清楚了？你妈针对阿晴下手，阿晴现在是活着还是死了？他做梦都想不到老七会对亲生女儿下手。凤若死于老七的推波助澜，还能说凤若不是亲生的，而且是凤若亲生父亲当年调换了2个孩子，造成凤晴这个真正的凤家千金不能在父母身边长大，还要被养父母一家人欺负虐待。凤家主看似对凤若这个养女还是一样的疼爱，谁敢保证他心里其实在恨着凤若的亲爸，然后一点点报复到凤若身上。可是凤晴是他亲生女儿呀，他怎么舍得对亲生女儿下毒手？说实话的，郑华会对亲生女儿下毒手，他凤月也不会啊，因为他需要凤晴接班。郑一帆答道：我也不知道阿晴现在是死是活，我只看到阿晴趴在妈的书桌上一动不动的，地上有个杯子摔得粉碎，妈很生气的样子，叫我滚，我吓得摔了一跤，饭菜都洒落在地上。老二和老三面面相视，脸色也是变了。凤晴是他们唯一的亲妹妹，母亲刚开始对凤晴不太好，但是最近半年对妹妹那是信任有加，手里的权都一点点放给妹妹了。没想到母亲竟然会对妹妹下手。郑华冷静的道：阿晴不会死的，你妈再毒也不会对阿晴下毒手，她对我们父子4个下毒手的可能性还高一点。凤家的家规摆在那里，导致当家做主的人总是重女轻男，将接班人看得比自己的命都重。在凤若已死的情况下，凤月再生气再毒辣都不会对凤晴下手的，那阿晴怎么一动不动的？郑一帆也不希望凤晴死了，不是他有多疼爱这个亲妹妹，是有一种兔死狐悲的感觉。凤晴都被老母亲下毒手的话，他父子4个真的是提心吊胆过日子了。郑华想了想后，猜测地道：可能是你妈给他下药了，将他药倒，你妈估计要对海玲下死手了。能让凤月药倒凤晴的原因，郑华只想到这一点，因为凤晴与海玲私交不错，真让凤晴对海玲下死手，凤晴做不到的。药倒了凤晴，凤晴不知情，也无法给海玲通风报信，那么凤月的阴谋计划就有成功的可能性。现在要放寒假了，你们找个借口跟你妈请假，然后带着孩子回你们爷爷奶奶那里去，远离江城的是非之争，等你妈跟他们撕完了，看情况再回来。郑华的老家离江城有点远，
他让儿孙回他的老家，既能度假，也能远离是非之争。他感觉到老七要跟海玲这一帮人做个了断了。明面上是亲戚，但是老七明知道海玲是他长姐的外孙女的情况下，对海玲也没有半点亲戚之情。海玲在江城成立公司，跟凤氏集团争生意，老七早就对海玲动了杀气的吧。虽然老七真动了海玲，也讨不到好处，管城那边不会放过他的。不过海玲若是不在了，等于是断了先家主后代接班的希望。毕竟管城那边挑出来适合接班的人只有海玲，除非商太太自己亲自接管凤氏家族，然后强势的修改家规族规，像望城的兰家那样，现任兰家主接管了兰家后，就强势的修改了家规族规。当然也是上任兰家主布局了多年，牺牲太多换来的。如今的兰家就没有那么多陋习了。郑一帆兄弟三个听得稀里糊涂的，他们你看我，我看你的，都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，会让老母亲突然间就要对海玲痛下杀手。海玲虽说孤身在江城，但她身后有管城3大豪门安排的保镖，时刻跟在她身边保护着她的安全。战家3少爷又长期在江城，他和乔家大少爷是乔家千金是一对儿，乔家也不会眼睁睁看着他们。凤家动战少的大姨妈的，难道母亲打算连战家3少爷都干掉？那样的话，他们凤家就真的招来了劲敌。郑一帆兄弟3个再没用，也知道不能一下子得罪几大豪门大族，哪怕那几家豪门大族不属于江城的。爸，为什么？郑老三不解地问道。爸，你知道些什么？我妈出远门一趟，回来后连公司都没有回，心情恶劣，连饭都不吃，这怎么才1天时间，我妈就要，这到底出了什么事？是呀，爸，到了这个时候，你有什么事情瞒着我们的，赶紧跟我们说说，我们才能想办法应对啊。郑老二附和着弟弟的话，就连郑一帆都不是很明白，只因老母亲回来后并没有说什么，只知道母亲心情不好，好像很着急的样子。到底出了什么事，他们一点都不知情。父亲虽说不管事，但跟母亲几十年夫妻，说不定还真有事情瞒着他们呢。郑华默了默后说道：你们不知道好过知道，总之谁都会害你们，唯独爸不会。你们听爸的准没错，能带上的贵重东西都带上吧，抓紧时间带上你们的妻儿子女回郑家去。爸在老家那里建的房子有5层楼，房产证上写的是你们兄弟3个的名字，作为你们在老家的住处，其他家产都被你们的叔伯姑姑们瓜分完的了，你们也不用跟他们争，以后说不定还要他们帮忙的。怎么说，你们兄弟都是我老郑家的，你们在那里生活，老郑家不会不管的。郑家不如凤家有钱有势，好在人丁兴旺。她嫁给凤月后，郑家也因为亲家的关系，从凤氏这里捞到不少好处。在他们老家，郑家在别人眼里那是有钱人家。郑华都庆幸自己早年就在老家那里建了房子，写的是3个儿子的名字，这样他的父母兄弟姐妹都不能分，算是他为3个儿子留的一条后路。就算儿子们不用回去生活，逢年过节回老家一趟也有住处，不用去他的兄弟家里借住。爸，郑一帆低叫着，到底出什么事了？你和我妈瞒着我们什么事儿？父亲的话让兄弟3个都心慌慌的，感觉凤家的天要塌了似的。他们兄弟3个要逃荒逃难，你们的大姨99%的可能是你妈害死的，她身边的助理，就是你妈真正爱的那个男人，估计还活着，而且可能被管城那边先一步找到了，所以你们的大姨就是上任家主之死，真相就要大白。且不说你妈会不会受到法律的惩罚，她的家主之位是肯定到头的了，她也会身败名裂，就是凤氏的族人都不会放过她。你们是她的亲生儿子，
会受到牵连的。而以我对你妈的性格来猜测，她就是死都会拉上个垫背的，能被她拉着垫背的便是海玲，这就是你妈要倒阿晴的原因。她怕阿晴去通风报信，让海玲有所防备。就算爸猜测的有误，你们这段时间远离江城也是好的，先带孩子回老家住一段时间，给孩子们换换生活环境也没什么不好。郑一帆兄弟3个再次面面相视。大姨的助理还活着？母亲出远门一趟是为了那个助理吗？爸，还是等妈安排吧，我觉得可能不是那样。大姨都死了几十年，她比妈大18岁的，她的助理应该也比妈大10几20岁，活着也是90几岁了吧？90几岁的老人走路都需要人搀扶，还能做什么？记性方面肯定也不好了，几十年前的事，他还记得多少？再说了，就算他活着，身体很好，能说会道的，他说的话大家就相信。还是他手里有证据，证明是我妈害了大姨。郑一帆并不想带着儿女们回到老家去，他们兄弟3个虽然不能接管家族事业，但在江城也有不少产业的，商铺、小工厂，好几栋的小别墅、大平层等，这些产业能让他们过得很潇洒了。回到老家去，需要重新开始。再者，老家怎么发展都不如江城市中心的。郑华瞪着大儿子，又气又急，小声骂着：“一帆，你不了解，总之，听爸的准没错，你们在市中心的产业，倒不用着急出手，先观望观望。不过这段时间在老家那边待着，若是看到合适的项目，也可以投资一下。除非是你们的妹妹接管了家主一位，否则你们尽量不要再回到江城市中心，就留在老家发展，不管不顾，不闻不问，老老实实的过你们自己的小日子，才是充满纷争的大家族中保命法则。”郑华是没有什么大能力，这点生存之道还是比儿子通透一点的。他说道：“你们平时看电视没有发现吗？看得开，想得透的才能活着。像古代的皇子，不参与权力之争，不冲那个皇位，不管是谁上位，他们都能捞个王爷当当，做个闲散王爷，能活着，小日子过得还挺潇洒的。新帝厮杀出来一条血路，坐上皇位后又要表现一下，往往不会对那种不与他争皇位的兄弟下手，所以不争不抢也是一条保命之路，除非自己有足够的能力及资本去争去抢。郑华也不希望凤家一主，就算是凤晴当家主，那是他亲生女儿，父女关系再不好，他这个当爸的也能在凤家养老。他的3个儿子还有那些孙儿女，生活上不会受到太大的影响，但若是上任家主的后代重新上位，他的儿孙们怎么样，真不好说。与其留在这里当人家砧板上的鱼肉，还不如回到老家发展。反正儿子们也捞到了不少钱，不说多少个亿，几千万身家是有的。几千万身家对于豪门来说不算什么，但对于普通人来说，那是很多人一辈子都挣不到的财富。听爸的准没错，你们赶紧收拾一下，跟你妈说一声，就带老婆儿女回老家去过寒假。郑一帆兄弟3个，又是你看我，我看你的，他们都不想离开，也觉得没有到那种地步。老母亲都没有说什么，一切都是父亲的猜测。见儿子们都不动，郑华真是又急又气又无奈啊。他一把年纪了，又是凤月的枕边人，夫妻几十年，就算凤月真正爱的男人不是他，他们也有过很长一段时间的幸福。凤月有些事也会跟他说说，他知道的比3个儿子多，恨不得替儿子离开的郑华。无奈的是，儿子们跟他父子之情再好，终究还是听老七的话居多。他说的口干舌燥的，儿子们都不当一回事。大少爷，管家忽然进来，他走到郑一帆身后，恭敬地说道：“方先生来了。”方先生。郑一帆扭头看着管家，问：“是方瑶吗？”
管家点点头，是他。郑一帆蹙眉，他怎么来了？难道是知道了凤晴出事了？那样的话，方瑶来得真快呀。我出去看看。郑一帆没说让方瑶进来，他就要出去看看。才走到屋门口，便与进来的方瑶打了个照面。方瑶的身份，凤家大宅的佣人，压根儿拦不住他，也不敢拦。管家不过是提前进来通报一声而已，他也拦不住方瑶的。方瑶以后的地位就和杜老先生一样，在凤家是个特殊的人物，那是家主最信任的人，是家主的左膀右臂。他们做的事代表的是家主的意思，拦他们就等于拦住了家主，谁不想活了？方先生，你怎么来了？郑一帆堆起了笑，问着方瑶的来意。方瑶没有回答他，直接绕过他，快步往屋里走去，穿过了大厅，径直上楼。方瑶的举动让郑华父子4人都怔怔的，半晌，父子4人才回过神来，赶紧跟着上楼去。他们以为方瑶会跟凤月起冲突，毕竟方瑶忠于的人是凤晴，并不是家主。父子4人才上到2楼，就看到方瑶脸色阴沉，抱着昏睡不醒的凤晴从书房出来。父子4人又怔住，一时半刻都不知道该做什么。书房里又传来了砸东西的声响，不用问也知道是他们的老母亲发飙了。阿晴怎么了？回过神来，郑华快步上前，紧张兮兮地问着。这一刻他是真在乎女儿的死活。方瑶不吭声，凤晴被他抱着一动不动的，一边手还垂落。不知情的人看着他这副毫无生机的样子，会以为他已登西天极乐世界。郑华伸手想探探凤晴的鼻端，方瑶顿住脚步，低冷的道：“小姐没死。”郑华哆嗦的手还是探到了凤晴的鼻端，还有气。他明显松口气，手也不抖了。活着就好，活着就好。阿晴是不是跟他妈吵架了？母女俩有什么好吵的？亲母女一条线上的。郑华嘀咕着。方瑶没接话，只是抱着凤晴要下楼去。郑一帆兄弟3人看着他，在他抱着凤晴越过他们时，郑一帆忍不住问道：“方先生要带阿晴去哪里？这里才是他的家。”医院。方瑶冷冷地吐了2个字出来。家主是说只给凤晴下了点药，不会要凤晴的命。方瑶还是担心，得送凤晴去医院检查一下，万一家主下的是毒药。不会的，虎毒不食儿，家主再怎么样都不会对小姐下毒手的。方瑶不停地在心里说服自己，不要太过担心。